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你的白痴毛。上一期我们讲完了波兰蠢驴，这一期呢，我们继续讲一家离波兰很近的国家——法国的游戏公司。这家公司出过非常多知名的3A 大作，比如《刺客信条》、《看门狗》、《波斯王子》、《全境封锁》、《细胞分裂》。没错，它就是以 bug 众多、日常缩水、土豆服务器这3大绝活闻名世界的游戏公司育碧 Ubisoft Entertainment。当然了，这家公司的历史太过久远，游戏众多，单独拿一个出来都能讲很久，所以这一系列的视频会有很多期。而第一期呢，我们就先讲以彩虹6号围攻这一款直播很火，但最近又因腾讯代理送审而暂时被禁播的游戏为代表的彩虹6号系列。说起彩虹6号，大多数玩家脑子里肯定想到的是彩虹6号围攻。这个游戏可以说是 FPS 游戏玩法的一次革新。游戏的主题为反恐行动，5名玩家在大楼里防守，5名玩家从外面进攻。这么一说，好像就是 CS 反恐精英，顶多再加一些技能，那就是守望先锋。但在彩虹6号围攻里加入了极具创意和技术力的墙壁破坏系统，这使得整个游戏的战术和玩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，极富可玩性。变成了一个拆迁游戏呢。过年了，送你一副对联儿，给您拜年了。由于可以进行墙壁破坏，你可以用子弹在墙上开一个小孔，观察对面的情况。你可以沿着吊索从屋顶滑下，破窗而入。你也可以直接隔墙射击打穿对面。总之，在这个游戏里，没有角落是安全的。以往的 FPS 只需要守着门窗就可以，而在彩虹6号围攻里，任何一面墙都可以被爆破，然后你就会被冲进来的敌人乱枪打死。围绕着墙壁破坏的进攻和防守战术千变万化。再加上每一位干员都拥有个人技能和特色，所以整个游戏的深度非常大，门槛很高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常说30级以前乖乖玩人机，60级以前乖乖学会各种死法，80级以前乖乖记地图，到了100级开始游戏吧。我相信很大一部分玩家都以为彩虹6号是一个新出的单独的 FPS 游戏，但其实彩虹6号是一个系列游戏，而且是比刺客信条系列还要多，是育碧旗下系列最多的系列游戏。大家在玩彩虹6号的时候，仔细观察它的海报，就会发现 Rainbow Six 这几个大字的上方有一行很小的字母 Tom Clancy。没错，这才是这个系列的全名，以美国军事作家汤姆·克兰西作为代号名称。汤姆·克兰西1947年出生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美国航天局 NASA 所在地马里兰州，但家中并没有军人。他的父亲是邮局职员，母亲呢任职于百货公司。1965年，18岁的汤姆·克兰西进入大学，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时期。他的主修科目是历史，但却十分想从军，进入陆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。但很可惜的是，他鼻梁上厚厚的眼镜把他的军人梦想阻断在了体检那一步，这也成为了他青年时期最为遗憾的事情。之后到了大学毕业，他找到一份当地的房地产股票保险公司工作，开始了社畜的日常生活。后来一直到1982年，他一直都在保险行业摸爬滚打。本来以为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庸碌但又悠闲的度过了，但在他35岁的那一年，他难耐心中的军旅梦想，一时冲动拿起了他的笔，开始构思一篇只属于他的军事小说。既然现实中无法进入军队，那就让自己在笔下的幻想里驰骋沙场吧。这第一部小说他写了接近30万字，一写就是2年。他给小说起名为《猎杀红色十月号》，故事讲述了美苏冷战时期，一艘名叫红色十月的苏联核潜艇无视苏联指挥开入美国海域，苏联美国都派兵拦截的阴谋故事。1984年，汤姆·克兰西怀揣着小说原稿来到了海军学院出版社，但是他当时没有任何写作经验，只是一个小说界的萌新而已，还已经35岁了。他真的能写出好故事吗？显而易见，海军学院出版社并没有想出版的意思。毕竟对于这样一个毛头小子来说，他能出什么畅销作品？但当时时任编辑的 Deborah Grosswaner 在看完汤姆·克兰西的原稿之后惊为天人，他觉得汤姆·克兰西有着天生的讲故事的能力，他笔下的角色十分生动，仿佛就在看一场身临其境的电影。在他的竭力说服软磨硬泡下，最终出版社还是相信了这位35岁的新人作家，以$5000的稿费价格出版了《猎杀红色十月号》。2年的精心付出赚到了$5000，还是在34年前。这些稿费已经令汤姆·克兰西非常开心了，毕竟很多作家都难以出头，作品也无人问津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新人作家出的实体书能卖到5000本，就已经怕是睡觉都会笑醒了。但当后来编辑告诉他书的最终销量时，汤姆发现这$5000的稿费太赚了，赚到自己想哭。这位萌新作家的第一部书销量达到了45000本，连当时时任美国总理的里根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，称之为一个在技术上近乎完美的故事。这坐火箭一般的上升速度让汤姆·克兰西感受到了咸鱼翻身的快乐，幸福来得太过突然，仿佛活在梦里一般。猎杀红色十月号最终卖出了30万精装本、200万瓶装本，
位列当时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是什么剑我没上过的张召忠将军。我上过的剑加起来有70-80艘吧。在随后的10余年里，汤姆·克兰西陆续创作了《彩虹6号》《细胞分裂》《幽灵行动》等作品。这其中的作品很多都霸占了《时代》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。汤姆·克兰西在美国小说界的地位如日中天，在1989年出版的《迫切的危机》缔造了上榜数十周之久的佳绩，并最终卖出了1625544本精装本，这使他成为了80年代畅销小说作家排行榜的第1名。在很多大家熟悉的军事或者谍战小说里，最不缺的就是灯红酒绿的情节描述，但汤姆·克兰西的书中却从来没有这种东西。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与当前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，他从不在书中穿插色情场面。我的书里一定坚守一个原则，绝不写叫人脸红的东西。这位军事小说大师虽无实际的军旅生活经验，但却靠着其对于科技、政治以及军事的丰富涵养和详细调查的细节数据，完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而又紧张刺激的冒险故事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一家名为 Grand Slam Entertainment 的游戏厂商拿下了猎杀红色十月号的版权，制作了一个同名潜艇模拟游戏发布。可游戏的质量很一般，销量低下，平平无奇。虽然这个厂商可能只想着打个酱油捞一笔就走，但汤姆·克兰西觉得自己很亏。俗话说你行你上，于是他还真的就自己上了。他找来了担任过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舰长的 Doug Littlejones， 成立了 Red Storm 红色风暴工作室，拉拢了一批技术人才，开始制作 FPS 游戏。在90年代 ，FPS 的潮流是毁灭公爵和雷神之锤那样的游戏，讲究的是突突突、割草无双的快感。但这种充斥着暴力美学和美式科幻的风格并不是老爷子的菜啊，他想做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军事冲突。你可以只用1枚子弹消灭敌人，敌人当然也可以只用1枚子弹消灭你。你需要通过和队友的紧密配合和谨慎的作战计划，才能顺利完成任务。在战斗的过程中，你还需要各种技术手段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。1998年8月份，初代彩虹6号发售。故事改编自汤姆·克兰西的同名小说，其独树一帜战斗风格和硬核的游戏难度广受玩家好评。红色风暴工作室也就此打响了自己的名头。然而刚巧不巧，育碧当时刚好正在上市之后的扩张期，开始在全球收购和布局工作室。育碧一眼就看中了汤姆·克兰西彩虹6号，他觉得这家工作室有着当时最棒的动画系统，有先进的战术团队游戏理念，有丰富的多人游戏开发和运维经验。而当时育碧最擅长做的是主机上的动作冒险和赛车游戏， FPS 游戏一片空白。于是他们斥资收购了红色风暴工作室，希望他们帮助弥补射击游戏的短板。而同时呢，育碧也获得了汤姆·克兰西的品牌，帮助其成功在美国市场开疆拓土。彩虹6号的成功仅局限于反恐行动的模拟，而育碧和汤姆·克兰西本人都希望能够制作一款更专业、更真实的作品，传递出小说中真正的价值。于是，在被收购之后的2001年，汤姆·克兰西系列的第2个代表作《幽灵行动》应运而生。2001年刚好是 Xbox 第1代刚推出的时候，当时没有什么人愿意在上面开发多人游戏，而育碧看中了 Xbox 拥有更好的机能，决定在上面推出汤姆·克兰西《幽灵行动》。在当时，除了微软自家的光环，育碧是唯一一家推出联机多人游戏的公司。在育碧和红色风暴的强强联合下，《幽灵行动》带着更大的格局登场，题材把反恐搬到了更高一层的国际层面上。玩家面对的就是带着高科技专业武器且训练有素、素质过硬的正规部队。由于没有键盘，主机玩家只能用语音进行实时沟通，因此育碧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游戏中加入了妥帖的语音系统，再加上 Red Storm 在网络延迟和服务器管理方面的成熟经验，游戏的联网体验非常优秀。幽灵行动与光环就一起长期霸占了 Xbox 排行榜，在美国市场一炮打响。紧随其后的2002年，汤姆·克兰西和育碧又制作了《细胞分裂》，改变了前作的强突 FPS 模式，变成了潜入暗杀式的 FPS 设计。尽管有小岛秀夫的合金装备珠玉在前，但汤姆·克兰西自成一派的潜入玩法和各种各样的特工装备，让本作叫好又叫座，当年的销量就达到了300万份。汤姆·克兰西成就了育碧的好几个大 IP， 帮助育碧制作了无数年货，光彩虹6号系列就有整整14个作品。2008年，育碧从汤姆·克兰西手中获得了永久冠名权。2013年，汤姆·克兰西老爷子于世长辞。他的一生可以说相当传奇，他改变了美国小说界，改变了育碧，改变了 FPS 游戏，改变了世界，或多或少。他的精神从小说出发，延伸出了无数的作品，横跨小说、电影和游戏3大文化领域。哀悼之余，育碧也在思索如何让汤姆·克兰西这一系列发扬光大，而不单单只是作为年货的冠名而已。育碧后续推出了汤姆·克兰西《幽灵行动：荒野》、汤姆·克兰西《全境封锁》、汤姆·克兰西《彩虹6号：围攻》。老爷子已经无缘再见到了。但不可否认，这几款游戏虽然有着许多缺陷，但瑕不掩瑜，依然是十分具有创意和可玩性的 FPS 游戏。
这么多年过去，回首看过来，虽然当初是收购的工作室，但汤姆·克兰西已然成为了育碧的一个文化象征，是育碧 FPS 作品的经典标志。有他出现的地方，就代表有着全心全意制作游戏的热情，就代表有着军事战争思想的探讨，就代表有着精妙而动人的军旅故事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喜欢的观众请不妨投个硬币，点个收藏，给个好评，转个推荐。当然，能点个特别关注是最好的了。新观众可以在关注时勾选特别关注，老观众也可以在设置界面点击设置。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我是白蛇毛，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极点工作室，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。